哎，我让你查他死之前的一些事儿，你这查的什么呀？流水账似的，都是筹备婚礼的一些事儿啊，啊，哪天婚纱照，哪天订酒席什么，这有用吗？后边还有啊，他把超弦理论实验都停了，我也查到了。那不停怎么着？筹备婚礼实验不停，不停干嘛呀？这是……啊，行了行了，先挂了。怎么办？我睡不着啊！你已经2天没好好睡觉了。没事，我没事。今天跟你们那个什么饲养员怎么说呀？没得出什么结论来。要不我在我们医院给你找一个精神科医生问问吧，说不定有用呢。前些天我去参加了科学边界的聚会，有很多学术界的人在那里探讨农场者的假说，就是我昨天跟你说那个，还有射手假说。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现在懂了，科学家在自己的科研领域碰到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到射手和农场主，这几乎已经成了本能。只有真的见到了，才会真的理解。我可不想见他。每天这生活里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了，跟你们那些假设较什么劲呢？行了，赶紧睡吧，别瞎想。我去趟实验室。这么晚去实验室干嘛呀？没事，你先睡吧。位于北美地区兰岛萨福克县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于昨日凌晨发生爆炸。据悉，此次爆炸已造成了16位科研人员伤亡，其中包括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布朗博士、核物理专家约翰·克拉塔博士。2人伤势严重，抢救无效，已对外宣告死亡。
这是近期在北美洲发生的第3起实验室意外事故。此外，我们还了解到，研究边缘科学的科学家威廉·蒂安吉尔在1个月前声称自己看到了不科学的现象，不知他的言论是否近期的科学家频繁的什么事情？王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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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睡这儿了呀？才8点半，你这么早就来了啊？自从反应黑箱出现故障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习惯来检查一下。年轻的时候我也这样，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情。王总，您是我的偶像。什么偶像？您年轻时候提出的飞刃的想法，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可短短10几年，您就把飞刃这种超强度纳米材料生产出来了。即使是在应用武力领域，像您这样的行动派也非常少。那时候太天真了，以为利用分子结构把材料的分子像砌砖一样一块一块的累积起来就行了。但没想到，这样的工艺所消耗的资源，使飞刃变成了珍宝。但是直到今天，飞刃都无法量产，没有办法量产，跟没生产出来没有任何的差别。黑箱现在什么情况？反应黑箱已经连续运行了1年多了，目前出现了传感器灵敏度降低，还有误差增大。照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停机维护。但是您也说了，一直不让关机，坚持完成第3批合成组合很重要。所以现在工程师们都在把反应黑箱上加入越来越多的补偿修正装置。这些装置到现在本身也该做补偿修正了。确实是，所以现在大部分工程师想暂停反应黑箱的工作，这是故障列表和代码。确实太疲惫了。我还是那句话，停下来试试。全面更新外围的传感系统需要多长时间？4、5天。快的话3天也行。3天没问题。把研究停下来。怎么了？这么看没问题啊。上次同学聚会，你是这样倒计时，在我眼前1秒1秒，分毫不差的走着。把研究停下来。告诉我你到底知道什么？把研究停下来，停下来试试。把实验停下来吧，停机检修，就按你说的时间表去办。好嘞，王总，那我们组尽快出一个更新方案，咱们今天下午就停机。现在就停。那我这就通知大家。
自己有可能是一只火鸡科学家。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为什么？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沈雨飞，你在听我说话吗？在。这只是高强度的纳米材料，又不是高能加速器。我做的只是应用物理的研究，值得你们那么关注吗？什么值得关注，不应由我们决定。够了！你以为这点小把戏能骗得了我吗？你以为我会停下自己的研究吗？我承认，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切，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绕到那个可耻的魔术师背后。你的意思是，想从更大的尺度上看到倒计时？更大的尺度又怎么了？你们同样还是可以变魔术。我们现在人类的技术已经可以把全新的投影打到天空上面去。如果用高强度的激光，我们可以打到月球的表面上去。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射手和农场主做的，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出来。问题是你能承受得了吗？我想帮你，别走杨东的路。你别拿杨东吓唬我！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可以。你想干什么？我给你个网址。司密码，你什么意思？汪教授，你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我当然会重启。什么时候？3天后。那3天后，倒计时继续。怎么继续？去找到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怎么了？心情不好啊？哼！你如果要是再这样闯入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就报警了。你总报什么警呢？我就是警察。研究中心是你的？国家的，国家纳米中心。
6点多就没人了，不太符合你们的科研精神呀。外面贴着通知呢，黑箱停机检修。你来找我有事儿吗？有啊。来说说吧，说说你的倒计时。什么倒计时？你眼前的倒计时。我的眼睛叫做飞蚊症，就是眼睛里面有异物感。不是会动吗？有规律的动。那个叫闪光症，是飞蚊症的一种表现方式。你怎么今天突然对我这么有耐心啊？啊？是想我不是你的罪犯？放心，对待犯人我也不是这态度，我是想跟你合作。我们2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能合作的。你眼前的倒计时跟申玉飞有关吧？我给你个线索，杨东自杀前也停了实验，你不觉得这很巧吗？还有更巧的，自杀的科学家都跟申玉飞有过接触，而他现在接触的人是你。跟我合作，接受我的保护，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要是真的怀疑申玉飞，就去抓他呀。你说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自杀了，那是他杀的吗？你证明不了，你没证据。还说要保护我，如果现在申玉飞想让我去死，你根本就阻止不了他。他怎么让你死的？啊？怎么威胁你的？他说我就是一只火鸡。火鸡？你也是一只火鸡。汪教授，你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我当然会重启。什么时候？3天后。那3天后，倒计时继续。怎么继续？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你最近怎么样？别这么爱，别提了，孩子得了湿疹，整宿的哭，闹得我也睡不了觉。我姐他们医院有个特效药，据说特管用。真的呀？叫什么名？叶老师。小汪啊。买了，谢谢奶奶。他们喜欢待在我这儿。今天是星期天，他们父母加班，就把他们丢到我这儿了。呀，画完了。哎呀，楠楠。给它起个名字吧，叫太阳下的小鸭子。好，来给你提上。谢谢奶奶。太阳下的小鸭子，6月
12日，楠楠做。中午想吃什么？茄子。茄子，红烧茄子。可以。你呢？肉。你妈妈不让你吃太多的肉，说不好消化，吃鱼好不好？你看，奶奶买的鱼。好。好了，时间到了，可以看动画片了。看动画片了，看动画片。无忌，我给你一次再罪立功的机会。少主请吩咐，即刻率我的亲随13太保前往温雷山庄，先去剿灭点变。属下。属下领旨，少主把13太保交我指挥，这次肯定实打不稳。小汪，别想那么多。东东即使活着，他也不会轻易要孩子的。婚姻和孩子跟他是2个世界。可他们不是已经在筹备结婚的事情了吗？可能那个时间他想通了，想认真做个女人，但最终还是没能突破自己的世界。对不起，叶老师，又替你伤心的事了。没什么，你不在这儿，我该想这些还是会想。坐吧，我得把这菜泡上。现在这菜农药太多了，给孩子吃至少要泡2个小时。不给呀，不给呀，不给慢点。这是东东的房间。东东小时候跟我一直在东北生活，他很喜欢大森林这些自然的东西。回到北京，也在家里找一些森林啊、自然啊这样的感觉。这床上面铺的是东北的乌拉草，也不知道他睡得舒不舒服。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什么弄下？天线，那个时代的产物。看吧，那是东东小时候的画。这是用桦树皮做的吧？时间太久了，桦树皮原来是银白色的，现在都已经变暗、变黄了。这个上面还有您写的日期，82年。对，82年，3岁了。3岁的孩子，往往画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线条，还有形状，是用这些来表达自己心里的情绪。我对东东的教育有些不知深浅，让他太早接触太抽象、太终极的东西。科研人员的家庭往往都会这样。但是他很早就表现出对那些抽象思维的兴趣。我还试图阻止他。我对他说，那个世界是很难进入的。你猜他怎么说？是你夫人
不是进入了吗？我告诉他，居里夫人根本就没有进入，她的成功是源于她的勤奋和执着。没有她，那些工作别人也能完成。到后来，我真的发现她身上有些特殊的东西，比如，你给她讲一个公式，别的孩子可能会说，这公式真奇妙，可她却会说，这个公式真好看。她就像在看一朵花。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她眼中的数字、公式，和别人眼中的可能不太一样。这些唱片也都是杨东的吧？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他听来听去，选了一张巴赫的，反复的听。这也让我不知所措。巴赫的音乐可能是最不会让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感兴趣的乐曲了。我以为他就是随便听听。问他感受时，你喜欢听这个歌吗？我看到了一个巨人在大地上搭一座好大好复杂的房子，巨人一点一点地搭着，乐曲完了，大房子也就搭完了。其实您对于杨东的教育已经很成功了。不，是失败。他的世界太单纯，只有纯空灵的理论。这些东西一崩溃，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撑他活下去。物理学不存在了。叶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说法。就在最近，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这是一场空前的理论灾难。做出这样选择的科学家也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她一个女人。女人应该像水一样，不管遇到什么，都能趟得过去。不好意思啊，叶老师，打扰您这么半天。一起吃吧。啊，不了，谢谢您。好，我送你。哦，对了，叶老师，还想向您请教一件事情。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吗？国内是有2家正在做，一个是乌鲁木齐观测基地，好像是中科院空间环境观测中心的项目，还一个就在北京近郊的射电天文观测基地，这个是由中科院和北大联合天体物理中心搞的，只是用来接收卫星数据。那儿有我的一个学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去？14号凌晨。我给你联系一下。喂，我是叶文洁。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想明天去你那儿，你在吗？哦，那太好了。好嘞，好嘞。我的学生沙瑞山，明天正好值夜班。这是详细的地址。哎，小王，我记得你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吧？哦，我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最近没有睡好觉，休息休息就没事了。你等等。前2天，基地老朋友过来看我，拿着。这不行，叶老师。这是人工种植的，不值钱。我血压高，也用不了这个。你拿回去，把它切成片泡水喝。年轻人要多注意身体。来。那谢谢你，叶老师，我就收下了。王教授，王教授去哪儿啊？能不能不再跟着我？不能，这点打不着车，啊，那师傅们都交班呢，我送你啊。你看，不停。我在这儿问吧，啊，你去见杨东他妈妈了？哎，这不是普通朋友该干的事儿啊。再说你们也不算朋友啊，你们文化人都讲究什么朱砂痣、白月光。这杨东在你心里面算什么呀？女神。能不能放尊重一点？死者为大。我跟杨东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人真够混的。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敢说。那就别绷着了。你们聊什么了？说。哎，凭什么要告诉你呢？因为这叶老师啊，太冷静了。冷静是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作为母亲，她太冷静了。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他一手带大的女儿自杀了，受得了吗他？但是在葬礼上，他的表现也太像没事人一样了吧？你也是有女儿的人，我说的没道理吗？我没看出有什么不正常。你要是有这种观察力和判断力，那还要我们警察干嘛呀？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还找我干嘛？哎，我最大的本事就找着你了。没车跑不了。哎。干嘛呀？走，我请你吃饭。行啊。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发的综合信息服务和救助系统，下半年。叶文洁还跟你说什么？没了。他给你的。他老战友送他的。聊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杨东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对吗？是。你这结论太感性了，没有价值。我又不是你的侦查员。我以为你请我吃饭，就是表达愿意跟我合作的。那你真的是误会了，我是想一劳永逸解决你的问题。你问我的问题，我都已经说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要再跟着我，我就真的报警了。你总要报什么警呢？我就是警察。再说了，这话你都说过多少遍了，至于请我吃饭吗？所以呀，你一定还有其他的话要说，或者是有事要问我，对吧？问吧。你说所有跟申玉飞接触过的人都自杀了，这些人包括杨东？包括。将军，欧洲战区希望在15分钟之后召开一个全球各地战区的视频会议。Yes, this is recency frequency 9. Oh my God. Set the video conference. African sector standing by.
This is the North American sector. We just received a report that yesterday 9 more scientists committed suicide. It was a physicist research team from Helsinki conducting accelerator experiments. We tried to intervene, but we were too late. 1天之内多了9名。那有这么多人跟沈宇飞接触过，为什么你偏偏要查杨东？我也查了，你感兴趣吗？我不感兴趣，我对谁都不感兴趣。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见过杨东一面，我对他的研究我大概知道。他也是所有出意外的科学家里面离我最近的，所以我有反应很正常啊。这跟你查不查案有什么关系吗？你反应那么大干嘛呀？你就不想知道那沈宇飞是怎么跟杨东接触的吗？想知道吧？之前所有自杀的科学家。 终于找到了他们见面的视频。他们两个当时聊什么？监控没声，但是沈宇飞给了杨东一个文件袋。后来在杨东的遗物里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途径。没什么奇怪的。他们两个人都是科研人员。 所以有共同话题，聊一会儿天很正常。但是他们见面后的第5天，杨东自杀了。怎么了？怕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恐惧源于无知，勇敢也来源于无知。自杀的科学家都跟沈宇飞有过接触，而他现在接触的人是你。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是你说的射手和农场主做的，你让他们玩点人类力所不能及的东西出来。 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申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说法？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 爸爸，豆豆，你怎么在家呢？我都放学了。爸爸都过糊涂了，
爸爸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没吓到你吧？爸爸，周五学校有一个讲座，老师说你是物理学家，问你可不可以参加。周五，爸爸争取。回屋去写作业吧。 新手啊？不好意思，把您车给撞了。那个，我没有保险，要不这样，您给我留个电话，我找人来帮你把车修好，行不行？没上保险，你敢上路啊？驾照、行驶本。哦，实在不好意思啊。木星。哦。哎。 怎么觉得您怪眼熟的？前2天有个新闻说有个警察被停职了，是您吧？新闻上说这些吗？没有，我查的。查的。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一个媒体人，新媒体人。新媒体人。 您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记者，我呢在调查一些关于环保的事件，所以您前2天的事情我就注意到了。我还知道，其实那不该是您管的案子。您之所以去现场，是因为跟您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还知道什么？我知道您在调查科学家自杀的案件，我也在调查。 只能查到科学家自杀，能碰到我的词儿，你这也不是一般的记者呀。就是一个专业的小记者。您跟我合作吧，我这儿有挺多的信息，相信会对您有帮助。哎，从我这儿啊，我套不到信息。机动车无保险上路，我有保险，保单在驾驶本里夹着呢。您觉得他们自杀的这个行为之间有什么共性呢？ 您觉得是心理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外部的刺激影响？你们警察的调查方向是什么？是打算从社会关系入手呢，还是从他们的研究课题入手？哎，拿来。记者同志，我知道你是不小心刮到我的车，没关系，我这破车被刮好多次了，不用你赔。再见。 邵博士。哦，你是汪淼吧？我是叶老师的学生沙瑞山。幸会，幸会。这些全都是你们的仪器吧？啊，对，这些都是观测用的，不过跟我的项目没多大关系。来，进来。好，走。壮观吧？ 可惜啊，都是聋子的耳朵。为什么呀？自打他们建成之后呢，在观测频段上就干扰不断。先是上世纪80年代的寻呼台，后来呢又是移动通信。那些需要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的项目啊，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正常开展。
应该会有解决的办法吧？解决？谁来解决啊？难道因为要探索宇宙的奥秘，就把移动通信给停了？近些年来，很多基础研究的商业运行都很成功，比如说高能物，或者可以把这些观测基地都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那都需要钱呢。不过呢，现在可以用技术手段进行一定的屏蔽和干扰。好在我的项目用的都是卫星数据，这些地面干扰呢对我影响不大。走，带你看看去。黄教授，这就是我实验室，我把这儿当家一样，你随意哈。我平常都住这儿。来，喝水。好，谢谢。我的实验室呢，主要负责接收3台卫星的数据，并且在这8个终端里面实时的显示出来。而我的工作呢，就是根据这些数据，重新测算出一张精确的宇宙微波辐射的全景图出来。对吧？你想了解什么数据啊？宇宙背景辐射的整体波动。能再详细点吗？就是3K 微波背景辐射整体中各项同性的波动，振幅在1%到5%之间。王教授，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吧？不是。那你对宇宙3K 背景辐射有所了解吗？我大概知道一些，好像是在1960几年，2个美国人在调试一个高精度的卫星接收天线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宇宙背景辐射。整个宇宙的辐射背景波动，以整个宇宙的尺度来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以最先进的 Planck 卫星的精度，即使花100万年的时间，也可能观测不到什么。而你想在今天晚上测出5%的波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宇宙像一盏坏掉的电灯一样不停地闪烁。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也希望这是个玩笑。你过来看，来看。这是宇宙黑体的波动曲线，当然经过我们的换算之后，它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了。而这个误差就是整个银河系在运动时候的多普勒效应。如果假使真出现你所说的1%的振幅的波动，那么这条线它就会变成一条红色的线，而且整个波动也会在这里实时的显现出来。我敢跟你打赌，即使到世界末日，它还是一条绿色直线。如果要等到真的一条红色的波动线出来的话，可能要比等到太阳毁灭时间还要长。按照你这么说，确实不太可能。不过没关系，既然岳老师嘱咐了，那我们就观测呗，反正也不费什么事儿。要现在开始吗？要到凌晨1点。那很快了，来，你先坐一下。我去设置一下自动储存。如果说，我是说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波动，确实值得记录下来。让我相信宇宙闪烁，还不如让他们相信有外星人呢。王教授，王教授，看把你吓的，吃薯片吗？不要。我那儿还有泡面跟火腿肠。还有不到1分钟。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2条卫星。是乌鲁木齐射线观测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宇宙观测射线的数据发射到震撼中带上，快！是宇宙在闪烁，宇宙在闪烁，宇宙在闪烁。 打印出来吗？张博士啊，之前那些波形能打印出来吗？打印，打！我给你个网址。我4密码，你什么意思？有笔没？给我打一根。有笔吗？笔有没有？哎，有。笔。拿着。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ve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真想告诉你，如果说这个现象拿出什么科研成果，我绝对不会忘记。周山说在凌晨5点就会结束，你也不用去深究它，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好，下午是让我过来的。这里就是3K 眼镜，这边这个按钮是电源开关，亮度调节在这边。电池已经充满了，足够你看到天亮了。谢谢。沙瑞山真是个神经病。王教授，王教授，我听说最近科学界出了一些事情，是吗？是轮到我们了吗？至少轮到我了。
了你？哎，别喊我！用不用我帮你叫人啊？不用。莫名其妙。喂。 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你告诉我，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倒计时的尽头是什么？是什么？ 兄弟，扛不住了吧？我说你不成吗？硬冲6根脚趾头。你根本就不明白。我是太明白了。怎么着？这哭也哭过了，吃饭去吧。不想吃。你不想吃想干嘛呀？自杀呀？ 喝酒去，我请你，行吗？哎呀，走吧啊！我知道，你跟杨东他们不一样啊。走，你什么意思啊？我那意思是，你不敢自杀。 哟，欢迎光临二位，来点什么呀？来瓶二锅头。得嘞。再来2份爆肚啊，来1碗豆浆，还有1份油条。坐。哎，垫点东西再喝。
空腹喝容易迷糊。吐啊！我之前骗你了，我的眼睛不是飞蚊症，而是有个倒计时在我眼睛里面。我想说点什么吗？说我病了，或者说我脑子有问题。我这样来找你，就不会怀疑你。二位，您的餐，请慢用啊。我之前跟申玉飞说起过，申玉飞说让我把纳米试验停了试一试。我照他说的做了，那个倒计时果然就消失了。鬼把戏！我开始也觉得是鬼把戏。所以我跟他说，我3年之后会重新启动纳米实验。有本事他就把倒计时打到太阳上，打到整个宇宙上。然后呢？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就在他规定的时间，在他规定的尺度上，分毫不差的做到了。我去了设定天文观测台。看到了宇宙辐射的数据，后来我又去了天文馆，后来我又去了天文馆，我接了3K 眼镜，我看到了整个宇宙在闪烁，为了我在闪烁。你的意思是，宇宙在冲你眨巴眼儿？啊？就和我眼睛里的倒计时一模一样。扯淡！是真的。我看见了沙瑞山，看见了乌鲁木齐，也观测到了。那也是扯淡。石强，你平时会想一些哲学的问题吗？我们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宇宙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从来没有。那麻酱有点咸了啊！你平时在看着星空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有一丝的好奇和敬畏吗？我夜里从来不看天。你们不是经常会值夜班吗？大哥，我蹲点值夜班的时候看星星，那监视人不跑了吗？咱俩真的没法谈。我跟你说啊，就算我有时间看星星看月亮，也不会想你说的那些哲学问题啊。我操心事儿太多了，房子要供，孩子也没找着工作啊，更别说那没完没了的案子了。我跟你说，我呀，是一张嘴就能从嗓子眼儿看到屁眼儿的职场的，肯定领导不喜欢呀。退伍这么多年，混成这熊样，要不能干活，我早被人踹出去了。还有时间看星星，想哲学。你有听说过射手和东朝出的假说吗？没有。你现在就是活在靶子上的一个2倍生物。或者说是农场里面的一只火鸡。你骂我，我能听出来。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假说，但是我知道一个终极定理，那就是邪乎到家必有鬼，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什么狗屁理论？什么狗屁啊！我说的有鬼，是指有人捣鬼，不是人。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你就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同时完成这2件事情。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去展现倒计时，这是人类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如果超出科学以外，我根本都无法想象。这都不是什么超自然，这是超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还是那句话，扯淡。邪乎事儿我见多了。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能是什么？能是什么？地球毁灭，人类灭亡，或者说现在什么物理学不存在了，人类科学不存在了，那又怎么了？啊？人类回到农耕社会，大不了原始社会，钻木取火，耕田打猎，怎么了？老祖宗能那么过，我们也能这么过，对吧？啊？就你刚才问我这话，我问那常伟思好几次了。咱们俩是难兄难弟。我实话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知道。起码在作战中心，我也是一个伙计。你知道伙计代表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越是让你害怕什么，你越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现在他们针对你，所以我绝不能让你轻易的死喽。来，转。喂，喂，哪儿呢？哪儿呢？你往边上点，在楼上，往上看。啊，看见了。接住了。啊，哎，哎，都在这儿呢。底片也在里边吗？行嘞，行嘞。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好，现在我想问你们，为什么每一次，不管我把这个球扔到多高的地方，它最终还是会落下来？特别的棒，你们都非常聪明。这就是物理的真理性，它揭示的世间万物本质还有运动规律，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物理会告诉你们所有的答案。通过计算，利用这个规律，我们降低成本的概率在3.22%左右，并且有可能突破纳米飞人无法量产分子。现在全部的停机检修已经结束了，我宣布重启实验。这是我们刚才扔的网球，这是一颗铁球。如果我们从足够的高度同时松手，这两颗球谁会先接触到地面？好，那现在我们数1、2、3，一起看看到底谁先接触到地面。王总，都准备好了，2个小时后就能重启实验。准备重启。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居然一起落地了，这就是物理。不能靠想象，也不能靠推测，而是要通过踏踏实实的实验，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实验。我们的实验有可能会失败，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就像你们小时候学走路、骑自行车、滑冰，如果你们不小心摔倒了，你们会怎么做？也特别的棒。你们不会因为害怕跌倒，便停止了向前。当然，在寻找真理这条路上，绝不会是一帆风顺，一定会碰到挫折，一定会遭人质疑。但不管是布鲁诺，还是伽利略，历史最终都证明，他们在对真理的坚持是无比正确的。让我们保持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永不放弃。干嘛呀？仔细看，从中间看。什么呀？倒计时。哪儿来的？汪淼拍的，每一张都是汪淼拍的，每一张上都有。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这是第一次，之前呢只是在照片上出现，现在呢已经发展到眼前了啊，就眼睛里看到的东西都有倒计时啊，天天在走。老常呢，你呢先看着啊，我呢跟你说一声。我原来有一同事叫老田，啊，估计你也认识。他呢有一习惯，啊，就是每次出任务之前呢，都是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烟盒里面的这个烟，必须是单数。如果要是双数的话，他就得抽出来一根再出发。啊，屋里不许抽。这说来也奇怪啊，只要是单数，他就一定能抓到嫌疑人。有一次，我就在他检查完之后呢，我偷摸就抽出来一根，你猜怎么着？就那天，把那嫌疑犯都逼到死胡同了，愣是让他翻墙给逃跑了。为这事儿，老田2月没给我发烟。哼，老常，你就说这事儿跟办案有没有关系？那这汪淼干了什么跟倒计时没有关系的事儿啊？汪淼关停了纳米实验，倒计时就消失了。我一直在说，邪乎到家必有鬼，但这次这鬼也太不一般了。你知道是谁让他关停实验的吗？申玉飞。我一个有心向佛的人，养鸡很奇怪吧？听说你以前最爱吃鸡。是啊，有个学生不知道我看破红尘了，来看我，居然带了几只鸡。我想吃吧，也没办法吃啊，只好养着。你看，到现在就有这么多只。不奇怪，我一个搞科学的还经常祈祷呢。也不知道这些鸡知不知道我在喂它，就好像你祈祷的主能看到你的虔诚啊。啊，就是整个宇宙啊，就像那个坏了的那个日光灯管一样，它啪啪啪啪在眨眼睛，而且这个眨眼睛的时间是申玉飞提前告诉王淼的。这个眨眼睛的这个节奏是一组编码，这编码破译以后还是倒计时。你们那个中华田园计划养鸡吗？那个计划是潘寒他们做的，跟我没关系。啊，听说他是把人扔回自然环境中，降低消耗，减少垃圾。你不赞同他这么个环保？有用吗？人不可能放弃城市生活，回归自然的。看破红尘的只是一小撮人。这个倒计时是个什么呀？怎么出现的？这个倒计时归了0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我要干的活。老常，汪淼怎么办？申玉飞在他身上没少下功夫啊，功夫不会白下的。不过你放心，汪淼一定是我们接近真相的突破口。没错。行嘞，汇报完毕。懂，给我留了个单数。走了。看破红尘的感觉。没意思。您看我没意思，我看你的眼睛，所以就很有意思。有
they rejected or are there other carriers? 比较诡异，应该说，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他的视网膜上，什么卧底？你这么理解也对。你看，所有的事情跟那个申宇飞和科学边界都有关系。申宇飞要找到你，你不做卧底，你难道还指望他们有一天找上我吗？我之前认为科学边界只是一个学术组织，但是我现在对它有新的认识。什么不一样认识？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很清楚，他们迫切地想要我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现在是在吃饭、聊天，还是建设文明、发展科技、了解认知这个社会，最终到头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破旧无常的一群伙计罢了。那你也是一支懂科学的卧底伙计，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保镖伙计。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之前经历的和我现在所经历的，你永远都无法体会。来，看这儿。别怕，我特意找之前一朋友做的。我跟他说，我也要一个超长的倒计时器。这哥们儿是一炸弹专家，搞爆破的也只能做成这样。我呢，也不知道你这倒计时是怎么回事，没意思。老表，这是你规定的。起火。你看，若隐若现。这个实验不重启的，那个飞刀每天能玩吗？飞刃有什么不一样吗？目前那部飞刃只有分子键的法来制造，但是会消耗很大的资源。我们目前研究的方向就是试图通过一种催化反应来代替分子键。能帮我翻译一下，就是换一种我能听懂的话。实验还没成功，干嘛去啊？我节奏提前能完成吗？倒计时。不知道。哎，你说你这个实验停了，倒计时就停了，那这个会不会是你成功的倒计时呢？就是说，归零那天你就成功了，会不会？虽然你这人说话特别不讲道理，但是最近没道理的事情太多。你就说这么想，会不会很开心吧？啊？曼飞在死之前
也接触过陈宇飞。那按照你的意思，但凡是接触过陈宇飞的人，要不然就加入了科学边界，要不然就自杀了。不全是，你不还活着？所以你要加入。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活着吗？有。杨东他妈。我调查的时候啊，我本来以为这个申玉飞接触叶文洁是为了杨东，但我感觉不太像，因为叶文洁本身就是科学家。叶文洁没死，你也没死，你们两个没死的之间好像也没什么规律。哎，你说叶文洁会不会也能看见倒计时啊？应该不会吧？那天我要去观测宇宙背景辐射，还是他帮我联系的人。如果他也能看见倒计时的话，他应该知道我想干什么。你应该都调查过叶文洁了吧？查了，除了没自杀，一切正常。这儿呢，以前是博物馆的仓库，空间很大，现在给你当办公室了。哦，仓库。嗯。挺好啊。关键是要够大，啊，毕竟10来个人的，得晃悠得开呀。哟，这干上了。首长，我介绍一下啊。哎，不着急介绍，人到齐了再介绍，要不一个一个挺麻烦的。齐了。徐彬彬，刑侦大队调来的，以一抵10。什么就齐了？怎么就以一抵10？你说以一抵10就以一抵10啊？老常，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么大首长，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事非得让你立字据才行吗？说完了吗？你不要是吧？我把人带走。走。等等，不能走，你必须把那10个人给我到位了，我才能放他走。我好歹得留个人质啊。行。别干了！我跟老常要的是信息专家，不是打扫卫生的。叶文洁，天体物理学家，木星记者，自由媒体人。这就完了？我给你4个小时，你把这2个人所有资料给我查清楚了。行。这最多是2个人的活儿。这是我们需要调查的科学家的全部名单，详细资料，包括家人的，我全都要。今天必须给我查完。行。还有，把这房间给我打扫干净，要一尘不染。别说行了，要说是。明白。是。记者从13日召开的2007年好运北京体育赛事志愿者暨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了解到，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将于豆豆给爸爸滴眼药水，爸爸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你们爷儿俩散得了啊，鱼还有2分钟就好。豆豆，快去洗手吃饭了。快，洗干净点啊，豆豆。杨，你带着豆豆先吃饭，我还得出去办点事儿去。范德，你干嘛去啊？爸爸要出去吗？是啊，豆豆医生把爸爸的眼睛治好了，爸爸就要去工作了。我觉得爸爸的病还没有全好，得继续治疗。没听出来啊，你闺女啊是想让你在家多待会儿，是吧，豆豆？
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就在家里好好陪叨叨。乖，送点吃饭吧。行，快来吃饭吧。聊那鱼的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关火了。哪儿那么快呀？哟，这么准？你是秒表啊你？你呀，就是弦儿绷得太紧，时间观念太强，你这样对身体不好。今天正好约了一个老专家，不好迟到。叨叨，拜拜。爸爸再见。走了。好。小王，谢谢哈，辛苦你了。叶老师，您太客气了。好，谢谢。我帮您一起说吧。啊，对了，叶老师。前些天我认识了一个科学家，他叫申玉飞，您知道这个人吗？有印象，可能是在哪个活动上见过吧。如果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跟你一样，也是研究纳米的。是。哦，对了，上一次你去观测站。沙瑞山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看到了一些不太科学的东西。对，正好我还想请教您呢。您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以您的经验，宇宙闪烁有可能发生吗？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不可能。那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呢？当科学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通常会被认为是歪理邪说，所以会使人们陷入恐慌。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恐慌发生过很多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哥白尼的日心说就遭到了教会的迫害与封杀。当《天体运行论》出版时，他只是摸了摸封面，便与世长辞了。那个维护日心说的布鲁诺，结果被教会用火烧死。天文学家采克达斯科里认为地球是圆的，也被活活烧死。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常识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只会给人们引起巨大的恐慌。这就好像我们今天遇到很多问题，在明天回首看起来，有可能就像地球是圆的一样稀松平常。木星半年前刚回国做信息媒体，主要报道方向在科技和环保领域。他为了抢新闻版面非常狠，曾有夸大事实、故意制造热点的行为。不过他的一些报道确实让事件得到关注，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就这些啊？这是叶文洁的全部资料，包括一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还有他父亲的一些资料，全在里面。
这是名单里所有科学家的资料，还有一部分自杀科学家的家属资料。我不认为这些资料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不过你要求的我都查了。行。如果这些工作交给10个人去做，绝对是浪费人力。那个观测站有个叫沙瑞山的啊，我知道，他是叶文洁的学生。前2天他跟汪淼一起观测了宇宙闪烁。我去查。这是我电话，24小时不关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是。哎。行。你找谁呀？你就是沙月山。你怎么知道的？几天前汪淼教授来找过你，有几个情况我要向你核实一下。你谁啊？我想了解一下宇宙闪烁。照你这么说，叶文洁就算知道自己是一只火鸡，他也会觉得稀松平常。我们2个人只谈了一会儿，但是我内心平静了很多。科学边界那套理论，不管正确与否，我现在都能接受。或许我们只是不清楚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猫我知道，我最近恶补了很多物理知识啊，不就是把一只猫放到一个盒子里吗？打开之后不是死了就是活的。可这不是闲的吗？这只是一个实验，中间存在很多的定量和变量。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论证和求证的过程。有必要吗？那如果要是出现第3种可能呢？那不就是见鬼了吗？就是物理学不存在了。叶文洁相信吗？他相信我们的物理学有可能不存在了。物理学没有不存在，只是我们认为的物理学可能不存在。多年以后，历史会回答。我们可能是哥白尼，可能是布鲁诺，也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是。走，我带你看看东西。走。所有的数据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不可能啊！就算是超新星爆炸，也不可能啊！如果是人为干涉呢？那更不可能。这么大的范围，北京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都观测到了。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看到了吗？看明白了吗？我现在正在对你观测这盏电灯实施人工干扰，这个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宇宙闪烁是怎么个概念？北京和乌鲁木齐接收到的观测信号来源于3颗观测卫星，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什么？假如这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这3颗呢是观测卫星。如果想要实施人工干扰，让整个宇宙闪烁的话，理论上需要在距离地球15万公里的地方建造一个宽度至少30万公里大的巨型片，才能呈现。你的理论科学吗？科学？
你现在在跟我谈科学，这个尺度，不但蝙蝠侠跟钢铁侠办不到，就算是超人都不行。也就是说，就算是科幻都办不到。什么可以做到？神话，宙斯应该可以办到。这些真不是我干的。我是干警察的，我接触的罪犯多，罪犯他因为跟正常人经历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思维方式不是一样。叶老师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那说不准啊，他在那个年代生活，他说不定会受影响啊。一尘不染啊！让你来好好看，研究一下阅读啊。收一收一下，第一次干一下。边看我边跟你说，甄杰他爸爸是大科学家，革命大科学家。要点的那个，叶文洁的亲妹妹，这还不算，真正完蛋了。姓邵。那些资产阶级学说权威，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这么多的物理名词，改个名字就可以了吗？任何飞扬的思想，
都会怦然坠地。现世的引力太沉重了。真是没想到，叶老师还有这样一段经历。那对于杨东的去世，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也就可以理解了。我恰恰觉得奇怪。按道理说，一个人在亲情上有所丧失，那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珍视亲情。但叶老师好像并不是。我觉得，能够让他放下悲伤的，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叶老师的父亲，由于当时那个年代，所以无法再继续研究。叶老师的女儿，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所以也无法继续研究。或许在叶老师看起来，死亡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解脱。我们没有这样的阅历，所以有可能理解不了。不对，叶老师说跟申玉飞交集不多，但我听他跟你说的话，并不反对科学边界的理论呢。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懂叶老师了，啊？他跟你说什么？说科学界面临恐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是啊。在人类的历史上，科学恐慌发生过很多次。我们可能是哥白尼，可能是布鲁诺，也可能是教会，也可能我们什么都不是。他是不是让你做哥白尼？就算我想做哥白尼的话，我现在不是还是你的卧底吗？那你就放心的做哥白尼，有我给你保驾护航，保证你不会被烧死。被烧死？那人叫布鲁诺。那哥白尼呢？自然死亡啊。那有我在，我肯定让你哥白尼了。谢谢你啊。